大家好，今天呢来介绍螺丝懒人包学习的精简版。好，那其实对于螺丝呢，其实有非常多的领域呢，我们可以去做学习。好，但是呢，会发现都很长呢，我们在使用螺丝的时候，往往呢是找不到规格，或是呢每次买来的规格就是没有办法去把它做锁付，以及没有办法使用。这个呢，取决于说我们螺丝呢，它必须要是尺寸规格，必须要是正确的，需要精准且精确的去选用我们正确的螺丝以及种类，我们才有办法去使用它。所以往往很多人呢，螺丝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罩门。好，那这里呢，今天就是一个这个角度呢，来解决大家的问题。那螺丝呢，我们会从入门的方向呢来做切入，以及说你可能对于螺丝已经有一定的了解，那没关系，我们后面也会有专业的分类，一次涵盖所有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个状况。以及说我们螺丝呢，它个别呢会在什么地方来使用，以及说为什么呢它会有这样的规格，到底它有什么样的功能？这里呢，等一下后面的章节呢都会来一次的解说，让大家来知道。那今天呢，因为是以精简版的方式，所以比较细节的地方呢，就会做一个粗略的带过，主要让大家呢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果你对于更详细的部分呢，如果有兴趣的那这边呢，本频道有非常多螺丝系列的，我们可以再做一一的观看跟学习。那这里为什么我们会遇到呢？因为螺丝呢，其实在各行各业我们都会运用得到，像是汽机车、手工具、自行车、螺丝厂或是产线组装、卫浴设备、水电工程。建筑装潢、研发单位、加工厂、五金行、居家、航太工程、交通运输、医疗设备、品管、品检等等的单位，我们都会使用到所以呢，我们在螺丝呢是运用在各行各业，所以呢，你有可能遇到的时候，你不是这一行业的所以你往往在使用上呢通常都是没有办法去做解决的，不知道方向该怎么样。那这里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螺丝的问题咯。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它的规格怎么去分类。那螺丝这边呢，主要是三大类比较常见的公制、英制以及美制当然细分的话还有其他的像是欧规的等等的。那这一部分呢因为比较细节就没有来探讨。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公制、英制跟美制。那我们这三个呢要先分辨出来。因为呢它是不一样的螺纹所以是没有办法通用的那公制、英制、美制我们要怎么去把它分辨出来呢？当然第一个我们从螺纹它的角度，一般公制跟美制呢它是属于60度的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很好理解，我们只要看到55度的，55度是属于英制的等一下后面有介绍到的管牙一样的道理，55度就是尾式、会式系列，所以它是属于英制的螺纹。那这里呢我们就先把它了解一下，英制的螺纹呢就是55度再来呢60度有两个有一个是公制，一个是美制。那这里我们要怎么去分辨它呢？那最单纯的就是我们看它的它螺丝有可能会做标示。那一般公制的前面都会有一个 M， 那 M 的意思呢就是它的公制的一个代号所以 M3、M4、M5 这个是我们比较常理解的，3就是3mm 的意思所以这个公制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判断出来，它前面有一个 M 开头，然后呢它是60度的，那是公制。再来呢，英制跟美制呢，它是属于分母分子的表示法。那一般呢，英制会在前面多一个 W， 那不一定每一种标示都会有清楚的把它标示出来。那一般呢，我们像是螺丝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螺丝工它就会标示W 的话，它就是英制的螺丝。它这部分的一个规格但是美制呢，有时候呢，因为后来有出了一个美制的是英美统一制所以呢有时候英制跟美制你有可能会搞混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在另外一个代号来做一个判读就是 UNC 或 UNF。 那我们 UNF 我们先不要看，等一下后面有介绍到我们再来做说明。 UNC 的话呢它是属于粗牙，一般呢我们如果说没有标示的话都是以粗牙为主所以
UNC 呢，就代表它是美制的。那这两个差异在哪里呢？差异在于说呢，螺纹角度，所以美制是60度，英制是55度。好，那这边呢，你可能听到这里，如果是以入门的来讲，可能对于这一部分呢是有点复杂。那没有关系，我们先要了解螺丝主要分3大类：公制、英制、美制。我们先有这样的方向，而公制最好理解就是 M。然后呢，美制的话就是 UNC， 那这个英制的话呢，分母分子，我们就先以这样的方式呢来做理解。再来呢，我们要把螺丝的种类分类出来。那这里呢，给大家来认识，主要3大类。第一大类是机械牙，机械牙一般呢就是我们有公螺纹跟母螺纹来做结合，这就是机械牙。那机械牙里面呢，刚前面一章节有提到有公英美制，那这边我们就可以去选择。当然细分的话还有左螺纹、右螺纹、粗牙、细牙等等的，这个后面再来做讲解。第二种呢是自攻牙，自攻牙里面呢，其实呢我们主要可以把它分成3大类。第一种呢是铁板牙，第二种呢是木工螺纹，那一样它也是属于自攻牙的类型。然后第三种呢是钻尾螺纹，一样它也是自攻牙类型。那这一部分呢，我们把它统称成自攻牙。那这里呢，我们先理解到这里就可以了。那如果对于详细的呢，有兴趣的可以到自攻牙的认识篇，这里会有更多深入的探讨。那我们一开始，我们先知道它是属于自攻牙。自攻牙从字面上就是自己会去做攻牙，所以呢，我们的材料是没有做任何攻牙的。有可能只是留一个洞，或是完全没有洞，由这个螺丝呢来去做攻坚、钻尖锁这个动作。再来第三种呢是管牙，管牙呢一般我们也会把它称作是接头。那这一部分呢就会用在比较多是水路系统、油路系统，或是风路，或是瓦斯等等这类的，我们会比较常去看到它。那这里呢，给大家看几个范例。那一般呢，我们的机械螺纹呢，都会用在一些螺纹孔上面。长圆孔、圆孔，或是螺纹孔、抿头孔、沉头孔等等的这类呢，或是公母的对锁我们会用在机械牙这部分会比较多的。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自攻牙的话，一般我们会用在比较薄类的薄板类。那这里呢，我们所看到的是铁板牙的，铁板牙一般呢是锁附薄铁板的。那有时候呢会有钻尾，钻尾的话，一般呢在这个地方呢就不需要再去做钻孔，我们直接可以用这个钻尖攻坚锁把它做一次的完成。那部分有一些铁板牙当然也可以完成，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容易的。然后这里呢就给大家理解一下。以及说我们有木工螺丝，木工螺丝一般呢，我们会看到它的长度会比较长，而且有时候是半牙的。因为木工螺丝呢，我们是有可能是木头与木头之间要做锁附。那一般木头之间做锁附呢，第一个呢，你有可能是有钻孔一般我们2个木头呢会有一个孔，一个没有孔，这样子呢，我们在锁附的时候才会锁得比较平。再来呢，有时候你的木工螺丝呢，它可能不是那么长的，可能单纯只锁一块的，那它可能会比较短。那这个部分呢，木工牙呢跟我们的铁板牙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木工牙它的这个牙锋牙底呢，它的间距会比较宽一点，而且它会比较偏尖锐。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在锁附木头类的一些材料的时候呢，它的锁附力会比较好。那这里呢大概给各位的了解一下。以及说有一些是干强的螺丝那这一部分呢这边就跟木工牙呢是有点相似的那这里就没有再做深入探讨一样有兴趣的我们可以到自攻牙认识篇，这边会有更深入专业的一些讲解那这里让大家理解一下关于这个规格的部分。那我们主要3大类第一个机械牙，第二个自攻牙，第三个管牙，也就是接头。那再来呢就是螺丝我们在选用的时候的个重点。那这边呢这是属于一个比较专业一点的一个领域的。一般呢我们在做螺丝的选用呢会有粗牙或是细牙。那这里呢我们先来探讨一下粗牙的部分。那粗牙一般呢都是不会标示螺距比较多的当然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他会把螺距标示出来所以呢一般我们如果比较常使用过螺丝的，我们通常都会知道它的螺距是多少所以它的表示法在于说，以公制来讲呢，就是直径然后乘以螺距所以前面就是它的一个螺丝它的外径是多少
后面就是它的螺距是多少。螺距的意思就是牙峰与牙峰之间它的间距是多少哦。那这个是关键哦，我们要选对之后，螺丝才有办法做使用。再来呢，这是公制，英制的话一样是直径，后面是每寸的牙数。那每寸牙数呢，其实跟螺距是差不多的一个原理。那意思在于说呢，每寸牙数就是我这个每一寸呢，就是 25.4 里面总共有几个牙哦，所以螺距呢，我们就是除以它这个牙数。假设这个 25.4 哦，每寸哦有40-40，就是每寸有40牙。把它除以这个40，其实就等于螺距，只是说因为它这样的表示法是小数点啊，一般我们英制呢的表示法是直接用 dash， 然后呢每寸几牙来做代号。那这个美制一样的意思，那部分有一些会是翻数牙，那翻数牙一样，前面代表的是直径，每寸牙数，所以它都是一样的原理。哦，所以这边我们会看到，这里公制跟英制我们比较好去分辨出来，但是英制跟美制呢，我们有可能呢在选用上呢会有一些混淆的问题。那这里其实后面呢，我们所看到的 UNC 呢，它就是英美统一制，其实呢两者是可以通用的。通用的时候呢，那这个我们只要它的直径跟每寸牙数是一样的，我们其实可以去做锁付。但是我们会遇到说有一部分呢，像这个1/2的部分呢。美制跟英制，它两者的牙数就不一样，这两者就没有办法通用，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一定要是直径跟牙数一样，那它的螺距一样，外径一样，那我们才可以做使用。那这一点要特别注意的。那这里呢，你可能会想说，那英制、美制，那这样子我可以拿来做使用吗？OK 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以螺纹来讲，因为英制呢，它是属于55度，美制是60度，所以严格来讲，这两者呢，它是不一样的螺纹这一点要特别注意，是不一样的螺纹。虽然可以通用但是它在锁付的时候呢，它的间距两者的间隙呢会不太一样那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以及说这边会有细牙，等一下呢后面一章节有讲到的时候再来做说明。所以这边刚有提到英制的表示法，那因为公制的表示法就比较单纯，就是直径乘以螺距。那英制的表示法呢，一样前面是直径，然后每寸牙数一样代表是螺距的意思。那这里呢，关于英制跟美制呢，我们所看到这个分母，有时候呢，我们去五金行买的时候呢，那个五金行呢可能会跟你讲被归分呢，那这一部分呢，有人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做理解。那最主要呢，就是分母分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讲成归分呢。那这里要怎么去做转换呢？这边大概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概念，我们只要把它分母变成8。然后呢，我们来看分子，分子是多少就代表它是几分的。好像这里1/8就是几分呢？那1/4呢，它就等于2/2，冷分是5/6除以2嘛，就是2.5/8冷分半，以此类推。那这一部分呢，如果更细节你想要更了解多一点，对于这部分还是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到英制牙的台语篇这里会有更详细的解说，我们要怎么去分辨跟计算出来。那这里呢就让大家了解一下公制、英制、美制呢，我们要怎么在这个尺寸上做判读，然后来选用正确的规格咯。再来呢，我们来介绍的是比较更细一点的。那螺丝这边呢，主要呢，我们把它再细分成4种。那哪4种呢？第一个呢，就是右螺纹。一般呢，我们没有标示的，基本上它就是右螺纹。右螺纹的话，就是顺时针是锁紧的，逆时针放松。好，那这一部分呢，一般没有标示，就是右螺纹。那第二种是左螺纹，那左螺纹呢，一般就是顺时针是放松，逆时针是锁紧，是相反的。那这边我们要怎么去判读它呢？右螺纹的话，我们就来看螺纹呢，右高左低，就代表它是右螺纹。右高左低，虽然它不是很明显，那我们仔细看一定会发现的。左螺纹呢，就是倒过来，左高右低。那这一部分我们就可以判读出来，它到底是右螺纹还是左螺纹。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呢，拿来锁锁看。那如果你锁的时候发现
顺时针都锁不进去，逆时针锁看看，逆时针的时候发现它已经锁进去了，代表它是左螺纹，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再来呢，第3种跟第4种就是我们要把它分辨出它到底是粗牙还是细牙。螺丝还有分粗细牙，粗和左右螺纹，所以它在这4种的搭配上呢，我们一旦有选错规格，那螺丝就是没有办法使用的。那这里呢，让大家理解一下，如果都没有标示的，代表它是右螺纹，代表它是粗牙，这是螺丝的一个基本的概念。那如果它有标示，它没有标示说它是右螺纹，它只说它是细牙。那一般没有标示的，就代表是右螺纹，然后细牙。那如果它两者都有标示呢，左螺纹又是细牙的话，那这边要注意一下那这边搭配上大家可能会比较混乱一点。那有一个概念就是，只要都没有标示的，它就是右螺纹，就是粗牙。然后它有标示的，我们就依照它标示的来做判读，那这样就可以了。那你有可能是它是左螺纹粗牙，那就只是讲左螺纹，那没有讲它的螺距，那代表它就是粗牙，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里粗细牙呢，粗牙是什么？细牙是什么？就代表说粗牙一定就是它螺距比较粗嘛，那一般就是我们常见没有标示的。像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像这几种呢，我们如果常使用，一定就是已经记在脑海里了。我们大概知道，一看就知道它是粗牙的。那细牙的意思就代表说，它比你所认知的螺距还要细，它就是细牙。当然有一些是特殊的特殊螺距，那这边也有的，那我们也把它统称为细牙。那你要讲它是特殊螺距也 OK 的。那公制、英制、美制都是一样的意思，只要呢它是比较细的。那这边呢公制的话，你就发现说它的螺距变小了。像这里 M12 本来是 1.75， 它变成 1.0 变小了，就代表呢它是变成细牙。那英制跟美制要怎么看呢？我们就看每寸牙数，它的每寸牙数越多就代表它的螺距就越细。那这部分呢让大家理解一下，用这个方式我们会比较好判断。当然部分是有翻数牙一样的道理，它的牙数越多代表它是越细嘛所以它是属于细牙。细牙的话呢，我们在美制上就会把它标示成 UNF。这是它的标示法 ，UNC C 就是粗牙的意思 ，F 就是细牙的意思。那这边呢，英制的部分呢，通常就是不会做标示，我们只会用 dash 多少，顶多呢我们再多一个它是属于细牙因为这个部分英制你不能把它标 UNF， 标 UNF 的时候，那这边呢就会有一个冲突，因为 W 它代表的是英制，可是 UNF 代表的是美制。那我们要择一，不能两个都标示，因为这样两者会有冲突。那这部分呢，各位要理解一下。那如果说你有看到说有 W 又有 UNF，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可能要跟购买的厂商呢来确认一下，到底它是什么样的规格。确认完之后，我们再来购买，这样子呢，我们才不会出错误。那这里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那关于粗牙、细牙。左牙、右牙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用途呢？那这边呢，以我们的右牙跟粗牙呢，是我们统称比较常用的没有标示。那这一部分呢就没有来探讨。那我们来探讨一下细牙跟左牙有什么样的用途。那这边呢，我们先来探讨一下细牙。细牙一般呢，我们在用途呢，一般呢我们会看到的像是轴承螺帽。轴承螺帽它可能在锁腹的时候呢，必须要在一个有限的一个空间呢，必须要锁腹更多的螺纹，以达到说有办法把这个轴承锁紧。以及说有一些特殊的用意像是有一些调整的一个螺纹，像是分离卡。那分离卡呢，它内部也是使用螺纹的一个原理所以它是使用细牙因为我们用这种螺纹细牙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呢调整的精度呢来做一个区分它就跟游标卡尺的原理有点类似，所以我们可以得到呢比较精密的一个量测的尺寸那这部分比较算是比较深入，那这边就没有再探讨，我们大概理解一下它是用在这个用途以及说左螺纹。那左螺纹是怎么使用呢？一般呢我们比较常见的提两个让大家来做理解第一个呢是
像是自行车，那自行车呢，因为我们有左踏板跟右踏板，那我们左踏板跟右踏板，我们在踩的时候呢，左边跟右边两边的受力不一样，我们不能两边都用右螺纹，那这样我们左边的踏板呢，我们在踩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松脱，所以我们的左踏板呢，它是属于左螺纹，所以我们在踩的时候，它必须要是呈现一个我们越踩它越紧，这样子呢，我们的踏板才会安全。如果没有这样设计的话，我们有可能在踩它的时候，踏板松脱，这是有相当的危险性。所以像自行车呢，我们如果有去观察，就会发现两者的螺纹是不一样，因为它两边的螺旋，我们在踩的时候它的作动不一样，那这边呢就会有一个互锁紧的一个功能，以及说有时候我们在用工具母机的时候呢，我们在做旋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需要它是前进后退，那有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靠左螺纹或右螺纹来控制，说我到底顺时针是前进，或是顺时针是后退，这样子呢来做一个变化。那这部分让大家理解一下左右螺纹以及粗细牙它的用途在哪里咯。再来呢，来介绍管牙的四大天王，那以及它的用途。那这里呢，四大天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那这边呢，我们把它分成英制跟美制。那这边前面刚有提到我们要怎么分辨，就是从螺纹它的螺纹角，那螺纹角55度它就是韦氏惠氏系列，就是英制，所以 PT 跟 PF 呢两者都是55度，所以这两者是属于英制。那 NPT 呢跟 TH 呢，它两者是属于60度的，所以它是属于美制，所以上面两种英制，下面两种是美制。那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一般我们最常看到的是什么 ？PT 牙，所以你听到 PT 牙呢，多半就是管牙，就是英制的。当然这不一定，有时候可能是 NPT。NPT 跟 PT 两者呢是这里面比较常见的。那第三种常见的呢是 TH 牙 ，TH 牙呢就是有管牙。有管牙呢，其实它就是美制细牙 UNF。那我刚前面有提到的，只是说它差别在于说，它的有管牙前面呢有一个37度的 handle，那这边呢，等一下呢，给大家来看一下，类似这样的原理，所以呢，它是运用在一些有管接头，因为这样子呢才能做一些防泄漏的一个用途。那这边呢，管牙最主要呢，它所有的最大的目的在于说，它要防泄漏。以及说，只是说它的一个介质是什么水、油、空气或是瓦斯等等的这类的，会有不同的一些接头的一些用法。那这边呢，我们大致上理解之后呢，我们就会看到一样有分母分子。那分母分子呢，它的一个判读法呢，跟机械牙是一样的。刚前面有提到几分牙嘛，要怎么去判别出来？那这边呢，管牙的判别方式也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要理解到的管牙的1/8几分的管牙跟几分的螺丝，两个直径牙数是不一样的，两者不相通那这边呢，大家先理解一下，因为管牙呢跟机械牙两者是不同体系的虽然它的判读法是这样，但是呢，尺寸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各位要特别注意这一点。然后这边呢，关于它是为什么呢？因为它这部分呢牵扯到比较更深的领域，那这边就没有探讨。我们只要理解到管牙跟机械牙，虽然它叫做几分能分，但是绝对是不一样的，无论是直径跟牙数都是不一样好，那我们理解到这一点就可以了。那我们大致上来看到说管牙呢，我们以 PT 牙为最大宗，我们最常看到的就是 PT 牙，很多的像是塑胶类铁类、白铁等等铸铁，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接头呢，多半都是 PT 牙为主那这边当然有时候可能是 NPT， 那这部分我们就要看我们的选用的规格，或是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工具来把它选择出来那有兴趣的我们也可以到这个连结呢来做参考，以及说有时候呢你走水路的会有插芯插芯的话还有另一种判读法，因为这边呢我们主要先以螺纹来做认识，所以插芯的部分呢就没有来探讨那这部分呢避免各位呢没有办法吸收那这边插芯的尺寸就没有再来做深入的探讨。
以及说有时候呢是飞速接头啊、快速接头等等的这类的。那当然这部分有兴趣的，我们也可以来参考管牙的认识篇，这里有更详细的我们要怎么呢去使用它，以及说规格怎么判读。所以我们大致上就可以看到这类的是怎么去运用它。那这边呢有看到油管类 TH 牙就是 UNF 美制细牙，那它的差别在于说我们前方呢会有一个倒角37度主要来用在油管来做油管的时候 Henry 的使用的。所以这边呢就可以把油呢高压油呢来做一个防泄漏一个装置我们这个接头呢就可以把这边可以跟油路系统像是阀类来做一些组装以及应用搭配那这边呢最主要是这个用途，以及说像考克呢它就有点像水龙头的一个意思一般也是 PT 牙是比较多的。那这里呢我们大致上就来理解一下四大天王。那我们呢主要呢我们如果对于这一块还是很不熟悉的，我们可以以 PT 牙为主来先认识它，那之后来慢慢的来认识其他的，这样就可以了最后呢来总结一下螺丝懒人包的一个精装版那今天最主要呢因为是精装版的原因呢，所以呢步调上呢会比较快一点因为呢螺丝能讲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在有限的时间内呢是绝对是讲不完的那细部的地方呢有兴趣的当然可以到频道我们搜索螺丝系列相关的一些关键字呢，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更深入的一个学习。那这里呢最主要呢是让一个你对于螺丝从来呢都不了解的，想要有一个初步的概念，从入门到专业一次呢把它跟你说。那这里呢让你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再来呢你就可以知道说那我的方向在哪里，我的用途在哪里，我必须要从哪一个地方来着手透过这样呢来加快你的学习以及说透过呢各种呢它的一些规格呢用途在哪里，让你理解到原来呢这个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当然螺丝呢不止我们刚前面几个章节所介绍的，如果要再细分下去还是非常多的像是工艺美制也不止这3种有时候比较冷门的也是有其他的一些制别那这边呢就没有在做探讨以及说如果要再细分的话呢，我们螺丝呢还有其他的像是自攻牙就可以分非常的多，或是呢管用接头也是可以分非常多，以及说部分呢有一些是特殊牙我们可以用特殊的做法，以及说部分呢是特殊螺丝也可以用特殊的做法所以其实如果呢要再更细分的话呢关于特殊或是客制这一块呢是非常的多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先来理解我们大宗所知道的一般的5金接头5金螺丝呢，我们在市面上是比较常买得到的，以这一类的为主呢介绍给各位。因为呢你会找到螺丝通常呢就是有更换的需求、使用的需求有 DIY 的需求等等的，你才会来找这个螺丝那这边呢就让各位呢一次的理解，然后呢来选用你比较适合的方向来做学习来探讨，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更顺利的找到自己想要使用跟学习的螺丝咯。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